今天我将用一个视频把中国的3大禁术给你们全部说到位，它们分别是推背图、奇门遁甲以及鲁班书。所以这个视频的爆裂程度你们懂的，请务必收藏之后第一时间赶紧看完。那我们开始来一个一个说，先来说推背图吧。推背图当年相传是唐朝的正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想要推算大唐的气运，于是请来了当时的2个高人，一个呢是天文学家，叫做李淳风，另外一个呢是专门搞奇门艺术的刘人，叫做袁天罡。2个人呢共同的按照易学的推算方法来进行演绎。结果呢，李淳风虽然是个天文学家，是个数学家，但是一入天局他就感觉完全吸进去了。凭借自己扎实的天文和数理上的理论功底，以及易学的玄妙，一算起来就感觉整个人他妈的跟疯了似的，冥冥之中反复深入漩涡，根本就拔都拔不出来。结果就是推演的一发不可收拾啊！据说是推演到了唐朝以后2000多年的情况，直到袁天罡感觉情况不妙了，在背后用暗劲推了他一把，才把他叫醒，然后赶紧说：“李兄，够了，天机不可泄露，还是回去休息吧。”李淳风这个时候才罢了手。这就是推背图的由来。那么推背图里面的内容到底是啥？一共呢有64幅图，然后每幅图备注还有谶语和颂约，就是差不多像诗一样的一段话吧，你们懂的。然后每首诗你去读你会发现每个字你都认得，但是连在一起就根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有很多学者说这叫意蕴深远，隐晦难明。其实说白了就是用了很多象征暗示的手法，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但是呢又没法跟你说透，或者呢他确实也没法说透。因为就像你能知道未来200年的世界是啥样吗？ AI 那个时候可能早就已经普及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时候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你知道吧？或者就像那个时候唐朝人，他能想得到几百年以后从长安到北京居然有动车，几个小时就到了，这都是不可想象的，知道吧？所以很有可能李淳风是得到了一些启示，但是他自己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是啥意思，只能按照画印象画派的画法一样把它给画起来而已。然后呢，据说整个推背图里面的隐喻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诸如兴衰更替重大战争社会变革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是信息量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据说比如北宋的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上，清朝的太平天国的事情，甚至是抗日战争都被他言中。但是呢，我再三说咱还是得相信科学，因为也不排除后面的人是拿着结果去反推过程，你们懂吧？所以反正你们就当故事去听呗。推背图呢，神秘是挺神秘的，但是一定要理性看待。然后呢，我们来说第2个奇门遁甲，这东西的名字太大了，是吧？根据道家的古籍《轩辕本纪》和《烟波调走歌》记载，是出自于皇帝和蚩尤打仗的那个时期。据说当时皇帝根本打不过蚩尤，后来呢，9天神女传授了一个至极的奇术，就是这个奇门遁甲。然后呢，轩辕皇帝奇术附体嘛，顺势就把蚩尤给打败了。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神话故事来推测奇门遁甲距今5000多年历史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期间也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在周朝包括到秦朝的时候被叫阴符，在汉魏时期被称作六甲，隋唐宋元时期呢又被改名叫遁甲，其实呢都是一个东西。一直到了明清才成为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奇门遁甲。这些东西如果要说理论的话，其实还是以易学为基础来进行推演的，描述的还是世间万物之间的变化规律，相互之间通过不同的组合，然后来推算各种事物发展的趋势。比如你们所熟知的8门9星就是出自于这个。8门：开门、休门、生门、伤门、杜门、景门、死门和金门，分别代表着不同事物的状态。然后9星：天蓬、天瑞、天冲、天府、天晴、天心、天柱、天任、天阴，在9宫中不同的组合又会影响事物的吉凶。再然后再根据阴阳5星相生相克的原理来判断事物的发展态势。最后再根据3奇6仪什么甲乙丙丁戊什么的来为预测和决策提供补充信息。所以我就这么说，奇门遁甲确实是一套非常严密的推理系统，在古代是用来行军布阵和做战略决策用的，像什么姜太公张良诸葛亮这么一大堆神人都用过。然后一人之下里面关于奇门还出现过2套系统，一套呢叫做封后奇门，另外一套叫做武侯奇门。这里面又有啥区别呢？其实很简单武侯奇门是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创建的演算方法，但是封后奇门那就更早了，是在皇帝打蚩尤的时期，皇帝有个助手叫封后，将这个历法整理成了文字。最初呢一共是有4320句，后来是简化成了1080句，并且再之后呢比诸葛亮还要早的还有姜太公和张良，也对这个局进行过简化。姜子牙简化成了72句，张良呢简化成了18句，也就是阴遁9句和阳遁9句。
所以你说一人之下里面封后奇门为什么能成为8奇迹之一？那就是因为发现了奇门遁甲最早的版本啊。所以哪怕是武侯奇门和这个相比，都是小弟弟。好，然后我们再来说第3部，也就是最邪门的鲁班书。鲁班是个木匠啊，是搞土木工程的鼻祖，这个都懂啊。所以他写的书应该都是一些土木工匠的技法和功法，所以这能有什么邪门呢？那么我接下来所讲的，请各位完全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奇异小说去听。整个鲁班书的内容，它其实分作3个部分，什么土木工程的技巧和功法，这只是其中第1个部分。然后中劝说的是前传后教，也就是祖师爷的教诲。你要知道当时那个年代啊，搞土木工程呢，风险都很大的，给皇帝修建陵墓，给大户人家修建房子，里面都涉及很多的机关和隐秘，很多心思很黑的业主啊，房子刚建完，为了机密不被泄露，很多的工匠都是要被灭口的，你们懂吧？那么其实鲁班的本意是在里面很多内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后世弟子不被迫害，所以啊，在中卷里面就已经涉及了很多的秘法了。当然了，很多都是一些自保的手段，以及很多从业的禁忌。那么到了下卷，那就很诡异了。开卷的第1句话就是“习此书者，鳏寡孤独残，必善其意”。我勒个去，很吓人的。所以鲁班书后世也被人叫做缺一门。你们想想以前那些走进科学频道里面的探寻古墓里面有多少诅咒啊、机关啊、什么秘法啊、巫术啊，都怎么来的？在鲁班书里面的第3卷，你全部能看得到。所以有个传说故事，就说想入鲁班门的人啊，师傅呢会带着你上山，上山过程中先是问你身后有没有人，意思就是说啊，入了此门有可能你是不是考虑清楚了？然后呢，如果你约无人，那么好，再往前走一段，又会问你前面有没有人，意思啊就是告诫你学的这个，你可能连自己的背弃，你是不是可以接受？所以让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个门可不好入啊。所以开篇那第1句就是为了吓退众人的。但是鲁班术呢，按照传说故事来看，确实很牛逼的。诸葛亮7星灯续命就是用了此术，但是呢，看得出来难度也很大，因为就连武侯自己都失败了。同时也有人说啊，刘伯温是搞成功的，向天借了12年。当然啊，这些全都是传说故事啊，大家听个乐呵就行了。那么最后鲁班术到底要学多久呢？传说普通工匠3年学成出师，师傅只教基本功法，匠师至少要学习6年才能熟练地掌握各种技巧。你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和现在的学制相对应啊，普通工匠就是大专毕业，而匠师基本上就是硕士研究生水平了。好的，这就是3大经书的大概内容。我呢说的必须得收着点啊，你们都懂的，因为都是未经科学证实的，都只能当作是怪异故事去听。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自行去了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杜绝迷信，相信科学，一定记住啊。今天听完了，就说这么多吧。